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2月20号的复盘视频，我们来做一个美股的盘前分析。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张呢，是纳斯达克日线的走势图。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昨天的收盘 K 线呢，我们可以看见它其实是一根回踩了短期均线的一根小阳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回踩了均线之后呢，它就出现了一个反弹，但是目前为止呢，纳指它现在还在2万点的一个附近呢，出现了一个震荡。但是这个图形1、2、3这个组合就是一个黄昏之星吗？ Lucy 并不这样认为。那么我们来继续仔细的看一下，那么纳指它能否突破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高点的上沿呢？首先，其实它现在呢是非常的接近了。那么前2次的一个高点呢，实际上是没有被突破的，所以才会形成一个2点确定一条直线的一个我们的参照的标准。那么目前为止呢，纳指其实在这个位置呢，各个科技巨头的走势呢是比较割裂的，所以它还没有形成合力。那么只有每一家公司全部股价都是上涨的，才会形成合力，对纳指的指数突破做出一个贡献。所以目前为止呢，现在还没有看到一个迹象。那么大家心里有没有想到哪一个公司会带领纳指的一个突破呢？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那么如果说纳指在这个位置还是出现了一个纠结的走势的话，那它势必还会出现一个回调。那么在这个回调的过程中，我们上一次呢，在低点和低点的连线呢，是预判到了纳指回踩的一个位置是19400点。那么下一次它能否延续这个低点的一个趋势线的一个回踩，那么它就来到了19600点。那实际上从2万点的目前的点位到19600点呢，它实际上只有400点的一个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 Lucy 对纳指呢没有太过期盼它一定要突破这个位置，所以呢我们就目前的走势而言呢，还不能给出一个它确定性的方向，所以呢这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分析了。那既然纳指如果出现回调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是没有一些公司的一个参与的机会，我们只要找准它的一个节奏就好了。那么我们从 MACD 这个分析呢来看一下，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MACD 呢近期是出现了4根绿色的柱子，也就是说纳指呢在向上的指数的上行过程中呢，实际上它的力度并没有衰竭，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近2天的绿柱可能看起来有一些持平，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呢，纳指如果出现了 MACD 这个绿柱子变短的时候，它有可能还会继续回调。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形成资金的一个合力，包括呢这些巨头的一个拉升的走势不能形成一个单边上涨的话，那实际上它有可能就出现了绿柱缩短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就是资金衰竭的一个表现。那这就是纳指的一个目前的分析，没有过多的一些这个惊喜出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一下其他的科技巨头有没有参与的一个机会呢？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一张图表呢是微软近期的走势图。那么 Lucy 呢也看到了一个微软的一个机会。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微软现在目前的一个位置。那么现在的股价呢，其实前2天出现了一个低点呢，就是404这个位置。那此前 Lucy 呢也对微软这家公司的技术走势呢做了一个判断。那么当时呢 Lucy 是用了一个向上的一个平行的一个区间，那么这一天其实是跌破了的。那么跌破了，当时呢 Lucy 也没有放弃对微软的一个观察。那么近1周的时间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自从它出现了404的低点之后呢，在这个位置它选择了股价的一个横盘震荡。那么我们从成交量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就是说它现在的成交量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持平的，就是说股价在
不停的回踩这个407这个位置呢，没有被跌破，然后成交量呢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平量的走势。那么此前 Lucy 在内部的课程有给大家讲过，是这种平量的走势，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而且微软呢，它的走势其实还是蛮符合这个战法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它此前是出现过一轮的回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昨天出现了一根上涨的大阳线，所以咱们内部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微软后续 Lucy 想要怎么操作了，对吗？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去关注它。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微软它在近期呢，它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出现止跌了呀？那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方向往左边去看，你看到什么？也就是说它此前的低点的区域呢，实际上是被经过很多次的一个回踩之后的一个拉升。那我们可以看它此前其实呢出现过很多次了，对吗？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出现过一次又反弹，那么这里呢大概率也是它的一个反弹的位置，那么加上它的成交量的一个变化，那么是否在这个位置就形成了一个大家的一个共识呢？所以方向的话应该是大概率是向上的。那么这是微软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判断方法。那么有些看视频的朋友们呢，学会了 Lucy 的一个判断的模型，那么 Lucy 也将从这个角度呢去入手，再分析一下微软的走势。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这个指标呢是 OBV 的指标，那么 OBV 的话是能量潮指标。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它的黄线呢其实是向下的，也就是说它前期回调的时候，它的走势其实是向下走的，而且呢白线是一直被压制的。但是白线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啊？它是与黄线出现了一个金叉的走势，那么这是第一金。所以呢在这个位置呢，就是不得不去看微软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那么这里是第一金，那好，我们再去看 MACD 的一个指标，这个是 MACD 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呢红柱子现在是不断的缩短，而且呢快线和慢线也出现了金叉。那么有的小伙伴可能会问，这里也没看到出现绿柱子，对不对？也没有看到它要上穿零轴，那么你怎么判断它的 MACD 是有机会了呢？我们可以看这个位置，那么 Lucy 在截图的时候呢，有截到这个数值MACD 现在是一个正数。那么很多小伙伴呢，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如果说它还没有金叉的话 ，MACD 其实是一个负数的，前面是它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带一个负数。那么如果说它即将要金叉的时候呢，它其实已经快线和慢线的交叉会变成一个正数。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呢，说一旦它再出现一根绿柱，对吧，向上，那么势必会对这个股价呢有一个向上的动能。所以说这就是 Lucy 的独家的3金共振战法。那么其实它用到的就是均线，还有指标之王 MACD， 还有能量潮的 OBV。所以说呢，有喜欢 Lucy 的技术分析的朋友们呢，可以给 Lucy 点个订阅，成为订阅粉丝。那么宠粉福利当然少不了，那 Lucy 给大家准备的小礼物呢，就是 Lucy精心整理过的独家的3金共振战法。那么也有小伙伴呢，其实有在 Lucy 的视频的下方有提问过，说如何去更改3金共振战法，可以帮助大家和 Lucy 一起呢，从股票走势上发现美股的一个实时的变化。那么本周呢 ，Lucy 团队的老师还准备了一些个内部的教学课程。那么实际上就是针对纳指现在的一个横盘震荡的针对性的波段的一些课程。如果说想要技术分析更进一步的同学呢，也可以找助教老师报名参加。那么在视频的一个下方的评论区呢，置顶链接里面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那么点击这个链接呢，就可以给助教老师发送新年礼物4个字，然后就可以领取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判断你要知道 Lucy 用的是什么模型，你才能更好的去运用。那么这个就是对微软的股票的一个分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英伟达的走势。那么这一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那么英伟达的话呢，它目前为止出现了一个 Lucy 昨天的判断的一个其中一个方向。
那么这个方向呢 ，Lucy 来今天给大家拆解一下。首先呢，这张图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股价呢，昨天是出现了一个十字星。那么 Lucy 此前说过，那么十字星的话，其实是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意义，它要与其他的位置相结合。那么首先呢，前一天英伟达的走势呢是遇阻于这个位置142元这个位置，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参考的标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它本轮的113元的一个反弹呢，到目前为止142呢，其实是幅度是比较大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的一个上涨的过程呢，其实是没有成交量的一个放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出现了1次、2次的一个调整。那么说从目前为止，这个调整就是说英伟达它这个趋势改变了吗？目前为止我们还是不能下这个判断。那只不过说它在这个位置呢，可以看出没有一个资金的合力去推动的话，它向上的一个阳线呢就走不出来。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大家可以关注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变化。如果说有一个放量的阳线出来突破了这个位置的话，那么它还是可以继续的一个上行。那么这个就是呢，从 K 线和量能的一个方向呢去剖析。那么我们再从 MACD 来去看，那么 MACD 呢其实是出现了一个高度没有再变高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呢现在还是一个比较纠结和没有办法判断的一个位置。那好，那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一旦它如果出现回调了，那么一旦英伟达出现回调的话，它会回调到哪里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哦。那么首先呢 ，Lucy 在判断它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变化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是根据左边的一个形态来判断的。那首先，英伟达它在这个位置实际上是有一个箱体的下沿，也就是说我们矩形的一个走势的话，震荡箱体下沿它其实是突破了，突破了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回踩，确认了这个位置的一个支撑位，所以这是第一个标准。那么第二个标准呢，它在上行的过程中呢是遇到了压力，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是支撑，那么到这个位置是压力了。那么如果说第一个情况，那 Lucy 刚刚讲过，如果它没有出现了一个上行的绿色的 K 线的话，那么这里还是一个压力位。那么压力位的话，势必会出现一个向下的回调，也就是说高点是在142，那么回调的话，我们就要去找它的支撑。那么支撑显然就是目前 Lucy 画的这个箱体的位置，那么它的价格呢是130元，也就是说有一个12元的一个空间，那么空间的话呢不足10%，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Lucy 也在等它的一个结果。这就是 Lucy 为什么昨天说，那么在这个位置给出了一个策略呢，实际上是一个两头堵的策略。那么向上呢，我们肯定是买一个上涨，对吗？那么如果它向下的话，可以买一个下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一定是有机会找方向的。所以这个就是英伟达为什么昨天 Lucy 说我们可以做一个买涨和买跌同时进行的。那么这是解答了昨天咱们粉丝朋友们问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从英伟达的一个30分钟的走势来去看一下，它到底会选择向上还是向下。那么我们也要去佐证一下，那大家总不能说每一次搞分歧的时候，我们都是两头堵嘛，对吧？那我们再看一下，那从30分钟的走势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股价呢，其实它的高点呢、低点都是沿着一个方向，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方向的箭头呢往上画一下，是这个方向，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 MACD 呢出现了什么？第一个位置、第二个位置和第三个位置，对，它就是没有出现新高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 MACD 的一个背离，也就是说30分钟的 MACD 呢出现了背离很久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那它如果说日线遇到了压力，而且30分钟出现了一个顶背离，那么可想而知，它在这个过程中势必会选择一个向下的一个回调。那么顶背离出现的久了，它就是一个向上走势的一个衰竭。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没有资金合力的推动的话，那它只能选择回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Lucy 也认为它有可能是一个向下的一个回踩的一个走势。那至于说踩多深呢，那就要去看 Lucy 刚刚发的这个支撑的一个位置了。那么这个就是对英伟达的一个走势的判断。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苹果的走势。因为刚刚 Lucy 说，如果说纳指想要出现向上的突破，那么必须是巨头的一个贡献。那么目前我们看到这一张图表呢是苹果公司走势图。那么前2期的视频呢 ，Lucy 也分析过苹果的走势。那么如期近1周的走势呢，其实苹果公司是按照我的一个剧本在走。那么近2天出现了一个十字星，是为什么呢？那跟着 Lucy 复盘的朋友们肯定是知道了答案的，因为 Lucy 在这个位置画过一个压力位，那么刚好它现在触碰到了非常接近此前判断的246元的压力位，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它这个点形成了一个共振就是246，所以它在这个位置出现了压力位，不足为奇啊。而且我们在这一轮的反弹当中的话，我们的一个收益呢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如果说在 Lucy 的一个操作的一个空间里的话，那么这个2天的话，基本上是落袋了一部分的。那么我们再从模型上来看，那 OBV 的一个指标呢，这个就是 OBV 了。OBV 的话，目前为止是一个金叉，而且是向上的一个开口走势。所以说，它如果说想要股价向上涨 ，OBV 必须要这样向上的一个开口走势才可以。那么这个位置也就是等一根大阳线去突破，同样的也需要一些增量的资金来助推它。所以苹果的走势呢，目前为止也是一个分水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不着急去判断说它一定能出现阳线。如果说它这个位置出现了之后，我们再去跟上就可以了，对吗？因为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分的一个利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MACD 的一个走势。其实呢 MACD 在这个位置走了一个将死不死，对吗？然后呢它还是穿了0轴，所以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苹果公司在目前呢，它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变化呢，其实是还带了一些利好来看的。所以说呢，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呢 Lucy 希望它有一个一猛劲儿直接冲过去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势必会出现一根大阳线。所以苹果公司呢，一定要在盘中去看，因为它现在处于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那么这就是对苹果近期的一个走势的一个分析。那么以上就是 Lucy 今天对盘面的一个变化。因为纳指的一个震荡呢，没有过多的一些这个可圈可点的位置。那么同样的，喜欢 Lucy 技术分析的小伙伴们，可以给 Lucy 点个订阅，以便后续呢观看我的内容。那么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